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29日下午的16点4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 1.56%， 这个下跌幅度呢是在我们预料当中的。我们预料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处在一个非常强烈的下跌区间，这个下跌呢是由两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构成的，并且呢，目前处在第三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当中的八界位置。八界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了八界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有个妖怪 K 线，妖怪 K 线把八界杀死了之后但是呢，昨天的下跌让八界阴线重新复活，这就让我们有了一个第三轮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预期特别是在当前价位。道琼斯工业指数跌破120周均线之后跌破120周均线之后，它的下跌趋势越发明显。我们看到了跌破120周均线之后发生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呢不构成日线级别，我们仅可以把它看成4小时级别反弹。这一轮的下跌呢，是由两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构成。两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第三轮周线级别下跌正处在一个八界阴线的位置。同时呢，这个位置是由日线级别下跌引发的，日线级别下跌，4小时级别反弹，然后再次发生下跌再次发生下跌。那么上证指数呢，同样在冲高之后，同步了美股发生了回落。那比特币行情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最近几个交易日美股对比特币的影响越发严重。比特币目前是同步了美股的所有的趋势周线级别同样和美股类似的是正处在这个周线级别第三轮的下跌西游当中。这里是第一轮，然后日线反弹，这里是第二轮，然后4小时级别反弹。跌破收敛结构之后，当前周线级别正处在八界阴线这里是悟空阴线，这个位置呢是八界阴线，八界阴线后面有个反弹，这里是妖怪 K 线，然后继续了下跌。沙僧阴线还没有完全走出来，沙僧阴线走出来之后会脱离这个八界阴线的主阴线的这个部分最终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周线级别上大趋势上是看空的，这个问题我一直说周线级别一直是在看空的。那么4小时级别呢出现新低之后，我们认为4小时级别上会有一轮反弹，但是这轮反弹呢没有完全走出来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八界阳线组、沙僧阳线组。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这里面会有一个预期往上走，最终走到23000到24000但是目前沙僧阳线被阴线杀死了。同时呢，我们看到这里4小时级别上涨没有走出来没有走出来完整的上涨西游，这个位置呢没有走出来完整的带有标志性 K 线的上涨西游。但是4小时级别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下跌已经接近尾声。这个位置呢，我们知道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支撑位和压力位那么当前位置存在两个位置的支撑。第一个位置支撑2万美金很快要跌破，很快跌破之后，下方再往下的一个支撑位，我们认为是19500。在这个位置上呢，会有结构性的反弹。这个结构性反弹呢，我们是认为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构成的反弹。但是呢，行情整体趋势呢，我们从周线级别上看，依然处在下行趋势。所以呢，在最近一段行情的反弹过程当中呢，我是对大家伙这么说的，就是行情有这个预期，但是你要有空头仓位，特别是对主流币 BTC 和以太坊要有空头仓位。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反弹行情当中我们知道两轮周线级别已经跌出来了，然后目前走的是第三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反弹非常弱势。我们在最近一段行情当中一直有预期它有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但是呢最终23000到24000这个目标位没有走出来，证明行情是处在一个弱势的行情当中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引发的行情非常弱势但这里多头有没有机会呢？我认为在外围市场的
影响下啊，多头仍然可能会有机会啊。昨天出了一个快速的下跌啊，如果今天美股出现反弹的话，那多头还有一定的机会。但是呢，在熊市当中，我一直强烈建议，并且反复说了很多期啊，这个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期啊，在任何反弹过程当中呢，你要稍微布局一些空单，并且尽量加入我们空军。为什么呢？因为行情来看啊是非常弱势的，前面这一波下跌都是日线级别的下跌，日线级别下跌吸收之后，小日线反弹，然后酝酿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反弹胎死腹中。目前看胎死腹中啊，沙僧位这个位置4小时级别已经跌回来了。跌回来了之后呢，行情虽然还有反弹的期望，因为这个期望呢是由当前结构引发的，但是整个趋势仍然处在一个下行趋势，所以呢，尽量还是加入我们空军。如果出现更好的反弹的话，更要加入我们空军啊，加入我们空军，逐渐布局你的仓位啊。在前面的行情当中，我提到了它的这轮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是非常弱势的，走的非常弱势啊，因为我们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它最终走出了什么呢？走出了2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上证指数呢走出了周线级别对称性的上涨，这个上涨呢甚至我们可以都看成反转来看了，证明它的上涨时间周期是非常强悍的。但比特币这里啊，比特币从上轮行情当中啊，上轮的低点出现之后，连续20多个交易日仅仅做了4小时级别反弹，完整的做出了4小时级别反弹，但日线级别反弹和周线级别反弹都没有做出来啊，然后在交点位发生了下跌。那么这轮行情呢，我们依然看，如果比特币啊仿照上轮行情的话，它走势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终形成收敛三角之后，在交点位置仍然有可能发生跌破啊，仍然有可能发生跌破。所以呢，这轮行情多空的争夺啊，我们看到了啊，空头仍然占有绝对性的优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再次反弹打到这个当前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因为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是动态的啊，是动态的。如果这个位置啊19000美金啊，大概是在2万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如果发生支撑反弹上啊到21000美金附近呢，仍然是我们好好的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我们看到结构不断变化啊，周期不断变化，方向不断变化，但是行情的整体的趋势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行情当中，我们要做到几点，就是一直在反复说的，就是趋势下行趋势。虽然有反弹，我们有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预期、日线级别反弹预期，但反弹过程当中啊，空头的趋势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建议啊，只做一个方向，就是做空军。那反弹你可不可以做呢？可以做，但是一定要设置止损啊，一定要设置止损。我们从结构上来看啊，当前这个结构啊，新的收敛三角正在酝酿出来。我们看到焦点位置已经打到了7月7号，也就是下个月啊，下个月如果这里发生支撑呢，反弹仍然有可能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空军嘛，还是要做空军。在行情当中，我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就是趋势仍然是下行趋势，在反弹过程当中啊，找到啊你纠结的这个位置，就是你进场的一个位置啊，就是你进场空单的一个位置啊。趋势下行，找到合理位置，布局自己的仓位，分布式的布局自己的仓位，更低的杠杆倍数，更容易在行情当中获利。我们在行情当中要做到的一点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能够伤害自己啊。怎么做呢？控制仓位，控制倍数，把握机会和方向啊，对的趋势。然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反弹跳出了急速下跌的结构啊，反弹跳出了急速下跌的这个黄色线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结构。但是呢，反弹过程当中啊，它逐渐走弱啊，走弱的同时呢，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的走弱，证明以太坊又重新回到了什么呢？加速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以太坊这轮反弹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是非常强势的，因为它走出了完整的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欧啊，完整的2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欧。同时呢，当前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对称性的下跌。那么以太坊的支撑位呢，我们认为是在1057到1103之间啊，目前正在逐渐的对这个支撑位进行不断的测试。那么
这个结构当中啊，我们连接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当中，如果抵到这个支撑位附近，还是容易出现反弹的。因为目前来看，以太坊的反弹力度是强于比特币的，所以呢，以太坊即使目前出现了对称性的回调，但是在底边线1050美金附近仍然还有多头的机会啊，仍然还有多头的机会。但是呢，未来行情当中，我认为以太坊会形成一个更扁平化的一个收敛结构啊，更扁平化的一个收敛结构，然后在交点位发生或者近交点位发生跌破啊，跌破1050之后呢，行情啊，以太坊的行情就会，我认为会走更多的单边下跌。但是如果1050能够得到有效的支撑，反弹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在这轮行情当中呢，我们同样啊看到以太坊的行情在前面啊走得非常弱势，在近交点位置上发生跌落。我们说近交点发生跌落的话，如果通过焦点之后啊，通过焦点的时候没有发生急速的反弹，那么啊当前时间点就是没有在焦点的这个位置上，焦点是有吸引力作用的，在焦点的位置上没有做出更大力度的反弹，那么它的走势会越来趋弱啊，走台阶式的下跌啊。前面的行情当中很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在周线级别上看到了一个由波峰连线构成的一个弧形结构啊，在这个弧形结构当中，如果反弹到这个红色的位置上啊，都是一个看空的位置啊。那么当前时间点啊，这个红色的点位啊，红色的边界线距离我们还很远啊，但是依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周线级别呢，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啊，出现了第三轮周线级别啊，从这个位置上算是第三轮的周线级别，目前处在周线级别的8阶阴线势力范围啊，再往下走是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以太坊最低的价格在本轮熊市当中啊，我认为是要跌破500美金之下的，就是以太坊能够跌到95%。啊，从最高点4077跌95%啊，达到500美金以下啊，可能是在200-300美金最终出现它的一个低点啊，本轮行情的低点。那上一轮行情当中低点是80多美金啊，84美金。那这轮行情低点的时候啊，一定是可以抄底的位置啊，只要跌到95%附近，就是可以随意开火、随意抄底的位置。那么在年底，在2022年的12月份左右，这个低点出现之后啊，我们可以拿住这个位置，到明年的6、7月份啊，5、6月份的时候，它会有几倍的收益啊，会有几倍的收益。所以呢，这个行情还是震荡多一些。目前的震荡呢，给了我们很多的干扰性 K 线啊，特别是在小周期的时间级别上出现了特别多的干扰性 K 线。所以呢，在行情当中要把握自己的方向啊，把握多空的方向。你是可以做反弹，但是反弹的时候它的利润不多，所以呢，你一定要积极的设置止损啊。我们昨天也是做错了一期啊，我认为昨天的行情呢，它是有机会涨上来的，有机会涨上来，但是呢，最终没有突破前面高点啊，开始了4小时级别下跌。那当前的4小时级别下跌过程当中，我们耐心等待它可能出现的反弹，然后重新布局我们的空头仓位啊。行情呢一定要顺势而为，顺势而为呢会获得行情趋势上带给我们的更多利润。在震荡行情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把握自己的方向，更多的干扰性 K 线呢会严重干扰我们的判断，但是呢，我们通过 K 线息优战法可以找到合理的点位啊，去布局我们的仓位。同时呢，前期非常强势的币种啊 ，YFR 啊，这种走出日线级别上涨的啊，现在目前已经出现了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在这种行情当中呢，我认为啊，在这种行情波动的同时，如果它出现一定时间级别的反弹，特别是一定要强调一点啊，当前结构在小日线级别上啊出现了一个焦点位置，如果能够反弹到这个位置，也就是1150附近啊，1150附近是一个可以合理做空的位置啊，顺势而为啊，它做的一个结构是日线级别拉升，日线级别快速拉升了几乎是3倍多吧，6倍啊，6.3倍，拉升6倍之后发生对称性的下跌啊，它的下跌也会发生对称性的啊，目前已经在时间级别上出现了日线级别反弹和日线级别下跌，所以呢，下跌还有空间，但是我们要找到它的合理位置，合理位置呢就是一个结构上的压力位，就是1150附近，如果能够反弹到这里啊，尽量在再次回落的过程当中把1150位置做成止损线，然后顺势去空它
去做空。那么之前行情当中涨幅非常快的像这个Waves 它形成了同以太坊相似的4小时级别反弹，但是在这一轮的回调当中，我们看到了几乎是在压力线附近在压力线附近，这个压力线是可以调整的，找到最多的波峰连线就可以调整，在压力线附近发生了回落那么它下一步目标位到达$4.0附近你是可以在这个筹码区间、筹码密集区附近是可以做多头的这个多头呢，是因为它多次在这个位置上探底就会有人去买这个多头方向，所以呢，你把这个最低点设成止损位，然后做反弹也是可以的因为 Waves 在这轮行情当中特别是周线上，我们看到了它前面行情当中有这样一轮的强势那么下跌之后，这样的下跌之后，有可能发生对称性的反弹对称性的反弹，然后在对称性的下跌找到这轮行情当中的最低点位置所以呢，对于 Waves 这个有阶段性底部的一个目标位的这种币种你可以略微关注一下多头，特别是在这个整轮的山寨币的行情上，如果以太坊和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稳定在$20,000和$1150以上，这种情况下呢，做一些抄底动作，特别是山寨币的抄底动作它是有希望的。但是同时我要跟大家说，一定要设置好自己的止损。然后我的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已经到货了，然后可以给之前对我 YouTube 频道评论点赞过的朋友进行发放了。然后如果有新的朋友对我的这个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也可以进行购买联系我就可以。最后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